宋三岁抱着瑞宝，辉宝抱着宋三岁。辉宝表示：宋三岁放下我姐，赶紧把我姐放下。宋三岁收熊的样子总是这般层出不穷。今天下班点到了，姐妹俩虽然没有爬到树上躲起来，但是此时心也不在下班上，姐妹俩正扭打在一起。宋三岁站在通道门口，拍了拍门，提醒姐妹俩到了下班的时间了。而此时不止瑞宝和辉宝没有下班，就连爱宝也还在园区。爱宝今天趴在小亭子的扶手上睡过头了。宋三岁眼看三只熊没有一个搭理自己的，自己默默走进园区，开始收拾园区的竹子。爱宝听到声音后醒了过来，回头看了看宋三岁。这时的爱宝已经意识到下班了，爱宝没有一丝犹豫，转身走下小亭子，径直回了家。就这样把接姐妹俩回家的任务交给了宋三岁。宋三岁来到姐妹俩身边，跟姐妹俩来了个深情的凝望，眼睛里透露出的都是让姐妹俩跟自己回家的想法。辉宝躲避着宋三岁的眼神，假装自己看不懂。宋爷爷来到姐妹俩身边，揉了揉辉宝这聪明的小脑袋瓜。宋三岁趁辉宝还没反应过来，直接给辉宝从小滑梯上送了下去。辉宝停下来后一整个呆住了，心想这是哪里？我怎么下来的？紧接着瑞宝也下来了。瑞宝和辉宝一样，同样被滑梯的下落速度整慌神了。宋三岁给姐妹俩送下小滑梯后，回到了房间，给爱宝又放出来了。此时爱宝骂骂咧咧的从通道门口里又走了出来，表示宋三岁，你收熊能不能不要总折腾老娘，学学江奶爸，自己给瑞宝辉宝抱回去。你现在不抱，等过段时间姐妹俩独立了，你可别后悔。而姐妹俩就这样一路打打闹闹，给自己折腾到了小亭子前。宋三岁思考半天，感觉爱宝说的有道理，现在不多抱抱，等以后自己肯定会后悔。宋三岁来到园区，打算先给瑞宝抱回去。而此时辉宝看到宋三岁要把姐姐带走，硬拽住了宋三岁的大腿，让宋三岁把姐姐放下来。姐妹俩越来越团结了，辉宝将姐姐救下来后，一起跑到了花圃。无法拿捏姐妹俩的宋三岁又感觉等姐妹俩回家后自己一样可以抱，于是又跟爱宝谈了条件，给爱宝喊出来，让爱宝收熊。爱宝在门口喊了2声，让姐妹俩快回家。瑞宝听了妈妈的话，直接跟着妈妈跑了回去。而现在就只剩下辉宝了，辉宝给自己钻到了爬梯里，始终一副爷爷不抱自己，自己就不回去的样子。制造小能手宋爷爷今天打算为爱宝和福宝制作一个竹子版的圣诞树。宋爷爷找来了数根鲜嫩的竹子，先将竹子的长短处理成了金字塔的形状，然后放在地上依次排开。处理完竹子的长短后，宋爷爷又在每根柱子中间上钻了孔，然后从中间的孔中串了根细的竹子，将其进行固定。固定好后，将竹子竖了起来，再将其横竖交叉整齐分开。这时宋爷爷又拿来了捆绑好的竹叶，为其做点缀。几分钟后，一个精美的竹子版圣诞树便完成了。宋爷爷将圣诞树挂在了福宝经常攀爬的树上，旁边还有小朋友为他写的贺卡。福宝看着这个新奇的竹子树，产生了强烈好奇，想尽办法去够。这时福宝突然蹲在地上，仔细地观察起了圣诞树。福宝再次站起来，不断伸手往高里去够。看来福宝应该是看上了圣诞树顶上那个胡萝卜雕刻的星星。福宝站起来够了半天，结果发现手太短够不着，还把圣诞树给弄坏了。在下面够不着的福宝，索性直接爬到树上，打算从上面往下够。果然还是爬到树上的轻松一些。吃完胡萝卜星星后，福宝又对旁边的贺卡产生了兴趣，开始对其进行撕咬破坏。此时的宋爷爷并没有制止福宝，甚至鼓励他，让他尽情的霍霍。因为宋爷爷知道福宝的性格，所以当时直接准备了2个圣诞树，而另外一个现在已经在爱宝的房间里了。爱宝对竹子版的圣诞树同样拥有着强烈好奇，上来就先咬了一口。不过慢慢的，爱宝也开始对上面贺卡产生了兴趣，想尝尝贺卡的味道。还好宋爷爷早就猜想到福宝和爱宝会对卡片感兴趣，所以小朋友们在绘画时使用的颜料都换成了可食用的色素。可以看出宋爷爷的心真的很细。这是乐宝第一次见江爷爷，这时的乐宝名叫袁心。乐宝看到江爷爷后产生了强烈的好奇，主动过来和江爷爷打招呼。看乐宝玩石头的样子，是不是和现在的福宝很像？而且就连此时的身材大小和长相和福宝也有着很高的相似度。这时江爷爷来到房间为小乐宝打扫卫生，而小乐宝则在外面调皮的玩起了倒立，急切的想进来和江爷爷玩耍。看到江爷爷不开门，一转眼的功夫又爬到了树上。再来看看这是谁，这就是小爱宝，此时名叫华妮。看爱宝这漂亮的样子，真的是从小美到大。而乐宝正在隔壁园区高高的树上注视着爱宝的行动。爱宝这时也尝试爬到树上和乐宝打招呼，但由于树上捆绑上了竹子，没有着力点比较滑，尝试了2次都失败了。爱宝趴到地上委屈了起来，
而小乐宝则在一旁注视着爱宝园区的一切。但此时的爱宝并不服气，调整了一下状态后，又瞄准上了另外一棵树，最后在爱宝的奋力攀爬下，终于上来了。而这次爱宝的位置直接比乐宝高出了一大截。爱宝之后在树上展示了一系列的高难度的动作，挑衅着隔壁园区的乐宝。而乐宝在隔壁则是看得目瞪口呆。今天是爱宝的10岁生日，但由于此时爱宝正在室内坐月子养身体，无法和爱宝一起庆祝生日。但相信爷爷们也不会少了爱宝的仪式感的。而爱宝顺利生产了一对双胞胎，或许这就是爱宝给粉丝们的礼物吧。而姨姨们还记得爱宝去年生日的时候吗？去年早上，爷爷们和圣熙阿姨一大早就来到园区，为爱宝准备生日蛋糕，还在小木床上给爱宝挂了生日快乐的标语。两个爷爷还拿着爱宝的插花，幸福的在小木床上拍了张合影。拍完照后，爷爷们又抓紧为爱宝布置蛋糕。蛋糕布置完后，爷爷将通往室外的门打开。爱宝走进来，先是看到小亭子上没有食物，转头发现了在小木床上的蛋糕。爱宝走到蛋糕旁，先是仔细闻了一圈，看看有没有危险。在爱宝发现上面的气味都是爷爷和姨姨的后，爱宝这才放心的吃了起来。爱宝先将爷爷放置的2个大竹笋给吃掉，之后又来到蛋糕的前方，看到了爷爷用胡萝卜充当的生日蜡烛。爱宝一口一个吃得很是过瘾。萝卜吃完后，爱宝还站起来检查了一下，怕自己有遗漏的。之后爱宝确认没有后，便乖乖吃起了竹子。但爱宝时不时就会站起来看一下蛋糕中间，有时还会上手去拿取。爱宝的这个动作引起了爷爷的注意。一会儿爱宝吃完离开，爷爷走了过来，爷爷以为有胡萝卜掉在了里面，过来给爱宝检查。爷爷将刚才插胡萝卜的竹子全部抽了出来，怕竹子扎到爱宝，然后重新将爱宝的9岁生日标志进行固定。一会儿福宝也出门了，福宝进门就发现了放在自己小木床上的鲜花和竹子。福宝闻着妈妈的鲜花，似乎意识到了今天是妈妈的生日。一会儿福宝趴在妈妈身上玩闹，像是在和妈妈说生日快乐。这时福宝又对妈妈的蛋糕感到了好奇，一屁股便坐了上来，然后趁妈妈不注意，一个熊扑给妈妈砸到了身下。福宝这个小调皮，就算是妈妈的生日也不打算让妈妈省心。福宝趁妈妈不注意又爬到了树上后，爱宝看福宝这姿势有点危险，怕福宝摔下来，立马伸手帮忙，结果福宝又给自己砸到身下了。爱宝此时带福宝真的累坏了，不知道这次等双胞胎长大后，爱宝会不会更累。福宝的体型日渐肥硕，从后面看和爱宝越来越像了。坐下来的时候，身上的肉都一颤一颤的。虽然身体越发肥硕，但这一点也不影响福宝古灵精怪的性格。吃完胡萝卜后的福宝又啃起了自己的爪子，像极了调皮的小孩在啃手指。就连现在从树上下来都懒得爬了，直接顺着树干滑了下来。而此时在隔壁的乐宝也在整活。乐宝盯上了被爷爷竹子挡起来的树，因为这棵树之前乐宝上去容易下不来，所以才给他围住了。没想到乐宝还是想办法爬了上去。爬到树上的乐宝盯上了细嫩的树枝，好好的竹子不吃，却吃起了树枝。乐宝的口味还真是挑，吃完树枝，乐宝尝试爬下去，果然腿短够不着地了。乐宝索性直接松手，将自己摔了下去。看乐宝这大胆样子，应该不是第一次了。这时旁边园区的福宝也盯上了被围起来的小树，真是一浪更比一浪强。福宝徒手抓着树干就爬了上去。爷爷们看到福宝爬上了那棵爱宝上去都下不来的树，喊着让福宝注意安全。但福宝这小脾气不仅没听，还想再往上爬爬，直到下班门开了，福宝才从树上下来。不出所料，上树容易下树难。福宝小短腿蹬了半天，发现就是不着地，结果和乐宝一样，直接松手摔了下来。之后宋爷爷考虑到福宝的安全，在福宝走后，索性将挂在上面的树干全都拆了下来。